我上一秒还是个加班猝死、被车撞飞的倒霉打工人，下一秒竟然就穿越到了兽人世界，成了一只面黄肌瘦、被全族嫌弃的兔子。更离谱的是，我只是和一条中毒的蛇睡了一觉，肚子里就踩上了兽世最强王者的3胞胎，让整个南大陆都为之震动。而这一切都要从我莫名其妙出现在狮王部落的成年礼上说起。刚睁开眼，我就被周围一群长着兽耳和尾巴的帅哥美女吓傻了。他们正对着一个金发帅哥疯狂尖叫，说他是百年难遇的天才，狮王部落的少主寒川。而我，一个穿着现代衣服、瘦得像根豆芽菜的兔子，成了全场的异类。部落长老当场宣布，成年礼上没有雄性选择的雌性将被逐出部落，不再受狮王庇护。果不其然，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。那个高高在上的少主寒川更是用看垃圾的眼神看着我，嫌弃我是带来灾祸的不祥之人，说我这小身板连石床都爬不上去，根本无法为部落繁衍后代。我怕了，在这个茹毛饮血的世界，被赶出去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放下所有尊严，跪下求他让我留下，哪怕是当个宠物，只要一口吃的就好。可他却毫不留情的命人将我扔了出去，让我永世不得踏入狮王部落。被驱逐的日子里，我饥寒交迫，只能在森林里苟延残喘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我意外闯入一个山洞，发现了一个身中奇毒、痛苦不堪的男人。他有着一头银发和一双摄人心魄的蛇瞳，即便在失控中，那股王者的压迫感也让我动弹不得。他把我当成了唯一的解药，那一夜，我失去了身为女孩最宝贵的东西。醒来后，我吓得魂飞魄散。听说蛇族最是冷血无情，我可不想留下来当他随时发泄的工具，于是我拼了命的逃走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命运的齿轮从那一刻起已经疯狂转动。没过多久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吸收我的能量。就在我饿得眼冒金星，以为自己要一命呜呼时，我听说狮王部落正在举办庆功宴，庆祝少主寒川成为了7阶勇士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肚子里那不知名的东西，我冒着被处死的风险潜回了部落，只为讨一口剩饭。可我等来的不是食物，而是无尽的羞辱和毒打。他们骂我是废物，是耻辱，连吃他们剩下的垃圾都不配。就在他们举起武器要用我的血来为少主庆功时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然而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一个冰冷而熟悉的身影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正是那个山洞里的蛇男。他只用了一招，就将不可一世的7阶勇士寒川打得口吐鲜血，动弹不得，全场死寂。所有人都被他恐怖的实力吓傻了。狮王部落的酋长也被惊动了。当他看清男人显露出的玄王蛇图腾时，这位南大陆第一部落的首领竟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高呼玄王蛇大人。我彻底懵了。原来这个男人叫玄奇，是兽界最尊贵、千年难遇的玄王蛇后裔，是影响整个兽世气运的绝对王者。而更让我大脑宕机的是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我是他的伴侣，我肚子里怀了他的血脉，而且还是一胎3宝。这下整个狮王部落的态度发生了360度大反转。曾经对我弃如敝履的酋长，现在恭恭敬敬地请我住进最好的房间，派来无数仆人和巫医伺候。曾经羞辱我的兽人，现在见到我连头都不敢抬。我这才知道，玄王蛇一族孕育后代极为艰难，玄奇更是被断言早已绝嗣，而我竟然是那百年难遇的好运体质，是唯一能让他血脉延续的希望。玄奇对我温柔备至，他说我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神迹。可好景不长，为了让我能平安生产，他必须返回族的，闯过9死1生的炼狱，取回能保我们母子平安的蛇珠。他离开后，危险悄然而至。被剥夺了继承资格的寒川联合一直嫉妒我的雌性，趁机发难。他们告诉我，玄奇已经半个月没消息，肯定是死在了炼狱里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当初对我关怀备至的巫医婆婆，竟然也是他们的人。她早就知道我的好运体质，接近我只是为了让寒川得到我，让我成为狮王部落的繁衍工具。他们打破了玄奇留下的保护圈，一步步向我逼近，狞笑着要亲手毁掉我腹中的蛇族血脉。我拼命抵抗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拖延时间，可终究是徒劳。就在那把淬毒的匕首即将刺入我腹部时，我流着泪在心里呼喊着玄奇的名字。